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看一栋闲置的老房子了。前几天开了大太阳，挺暖和的，没想到这几天下了雨啊，气温又降低了。今天还下着毛毛雨呢，大山里面真的是云雾缭绕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独门独院，门口还有一处鱼塘，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。但是这栋房子呢，也有它的缺陷，不通车。那我把车就停在村口的这个位置，待会儿呢，我们从这边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的车啊就停在这边了，这是一条进村的马路，都是柏油路面，大概宽6米左右。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是一大片的稻田，房子就在尽头的前方，独门独院。距离邻居还是比较远的，目视一下大概都有好几百米呢。房子的外面有一处鱼塘，在那底下还有一些稻田，门口的视野也是非常好。那我们就沿着小路从这边走下去看一看。房子的旁边有这户主人家种的一些枣子树，看起来啊长势并不是很好。这边啊还有他们家养的土鸡，平时很少看到人，我走到这边啊马上就跑了。现在我走的这条路呢，平时他们家很少走，基本上都从房子的左手边，那边有条路可以走进来，但是车子也是无法开到院子里面的。这边的地势相比上面还是要矮上一些，是一个斜坡，但是整个房子的外面还是比较平坦的。他们家的这处鱼塘大概有好几分地，里面应该养了不少的鱼，不知道水深不深。鱼塘的岸边种了一些柳树，平时鸡鸭都关在这边。那我们还是从这边走过去吧。那边鱼在跳呢。朋友们啊，你们觉得像这样的小鱼塘养出来的鱼肉质怎么样呢？要是我在这边生活的话，可能我还会弄几根钓竿，平时到鱼塘里面钓钓鱼。这栋房子通水通电，我们可以看到电线杆已经拉到了这边，喝的也都是山里面的泉水，水质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距离县城有20公里，距离镇上有3公里。这栋房子啊，刚刚我看了一下，这边步行走到进村的马路大概有200多米左右。独门独户的房子真的非常的安静。房子的背后有几棵大树，左手边有一小片竹林，在这边还有一处小鱼塘，两处小鱼塘是紧挨着在一起的。门口的稻田还是很宽的，主人家是养了很多鸭子，那边还养了一些鸡，视野很开阔，对面就是大山了，都是马尾松林。门口这边还有几棵李子树。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主人家还种了一些枣子树，这么宽的地感觉都没有好好的利用起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挺可惜的。如果在这边种上一些水果，多种一些蔬菜，都挺好的。那这也是一栋典型的苗族民居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
可以看一下房子的进深大概有8米到9米左右。房子旁边的这处砖房呢，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卫生间，也可以在里面淋浴的。门口没有硬化，有一根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平时到了晚上会自动的亮。由于院子没有做硬化，长了很多杂草，从这边也看得出这户主人家平时在这边的时间估计也不多，就是偶尔回来可能给这些鸡鸭送些吃的。据当地的村民说，这户主人家在外面也重新建了房子，所以这栋房子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半闲置的状态了。房子没有经过特别好的装修吧，只是装了些木墙板。侧面呢是用竹子编的，上面涂抹了一层牛粪。在我们当地，像这样的木房子啊，尤其是上了50-60年、70-80年的房子，大部分呢都是用这样的竹编，上面涂抹牛粪。到冬天的时候啊，防止这些冷风吹到房子里面。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对于这些木房子的立柱啊，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整栋房子的盖檐呢也没有硬化，大概盖檐的宽度有1.5米左右，外面是一条排水沟。这栋房子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啊，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改造的。门口的视野啊，真的非常好，对面的大山一览无遗。鱼塘就在房子的右手边。我觉得来到这边之后，看到了这栋房子，加上房子周边的环境，有点接近我理想当中的田园小院，真的非常的不错。大门紧闭的，已经上了锁，无法进去的。看得出来，这栋房子的装修还是有点当地的特色。整个外墙这边应该是后期装修的，这些墙板和立柱之间，我感觉还是有点年代差别的。立柱感觉都很陈旧了，但是这些墙板还比较新。这栋房子啊，我估算应该有个上百年左右了。房屋的整体结构还算是不错的，基本上打扫一下卫生，做一个简单的改造，可以直接住人的。最起码这些墙板都不透风，上面的瓦片也是挺好的，应该不会漏雨，盖的也都是青瓦。门口的土地大概都是好几十亩呢，很宽啊。这棵应该也是李子树，估计每年还会结着果子的。这边啊，我发现了一个大石槽。这几天到农村里面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大石槽，在冬天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打糍粑。门口啊有一条小溪，平时都流着水，这边的水应该都是流往鱼塘那个方向的。其实大家如果住在这边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尽头的前方也就是村部的位置了，一般村里面办公都在那边。这边直线距离
也就100多米左右吧。房屋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每2、3年需要检修一次的，和我们这边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一样。木房子的2楼是堆放杂物，1楼住人的。这栋房子由于我们是无法进去，不知道里面的装修究竟怎么样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旁边是有一座坟墓的，就在那个位置。基本上他们家走出去的话，就从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出去。这边的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。我过来的时候，好多条这些小水沟一直都是流着水的，稻田里面的水也是挺深的。给我的感觉，房子周边的土地都荒着，有点太可惜了。看得出啊，这些土地好像都没有种些什么，包括门口的这一大片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再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房子的2个侧面都是用竹编涂上牛粪。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，这些牛粪啊涂抹的时间很久了，现在不会有臭味的。背后的这2棵应该是椿木，长得很大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如何呢？和你们梦想当中的田园小院又有多少区别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说说各自的一些看法。门口的这棵李子树，我估计都有点年纪了，少说应该好几十年，树干上面长满了青苔。在门口的这个位置，他们家还修了一个蓄水池，顺着这条小水沟上面可以把水引过来，然后在这边修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蓄水池。这个位置可以用块木板把它拦住，水就蓄在里面，在这边洗菜洗衣服都还挺方便的。由于这户人家长时间不在这边住，所以现在蓄水池里面是没有水，但是小水沟里面还是流着一点点水。当然我在想啊，如果像这样的小水沟把上面的水位给拦截起来，全部往这边走的话，这条小水沟的水应该是挺大的。近距离走到这栋房子边上，我才发现原来这栋房子的排水设施并没有做得特别好。这边是房子侧面的排水，里面排水沟都挺深的水，但是这边的水啊好像排不出去，包括门口的这边排水设施做的并不是非常好。整个院坝有60-70个平方左右，如果把它做硬化了，还是挺好用的。这边有根管道过去，应该是做的一个排污池子，因为这边就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卫生间了。平时在这边洗澡也是挺方便的。
他们家养的这些土鸡每天都在院子里面找些小虫子吃，所以养出来的肉质是非常好的。这栋房子海拔差不多700多米，到夏天的时候也是很凉快的。视频的最后啊，我们还是站在院坝反视下四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种点菜，养点鸡，养点鸭，再养点鱼，这就是理想当中的田园小院。朋友们，今天的气温真的挺冷的，那这栋房子如果能把车开到院子里面，我觉得那就太完美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